1986年，一架日本货机在阿拉斯加上空飞行时，全体机组人员共同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现。机长事后惊呼，那神秘物体巨大无比，仿佛4艘航空母舰接在一起那么大。这起事件距今将近40年，至今仍众说纷纭。当年塔台录音揭露，机长甚至不惜360度急转弯来避开这不明飞行物。但这一切究竟是外星来客的造访，还是人类看错了眼？40年过去了，真相依然扑朔迷离。我们今天就深入探讨这段航空史上的最大谜团之一。故事要从1986年11月说起。那一年，日本航空1628号班机执行巴黎飞东京的货运任务，途经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空域。傍晚时分，天色渐暗，这架波音747货机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平稳巡航，高度约11000公尺，航速接近每小时900公里。机长寺内千寿是一位资深飞行员，曾当过战斗机驾驶，飞行时数超过1万小时。副驾驶为藤龙宪，飞行工程师是电善雄。这3人组合经验丰富，本以为又是平常无奇的一段飞行，没想到接下来的遭遇会深深烙印在他们脑海中。飞机在黄昏后进入阿拉斯加东部上空时，塔台指示他们转向南，飞往安克拉治。就在下午5点11分左右，班机按指示转弯之后不久，坐在左侧的寺内机长突然注意到，在机鼻左前方略低于本机的位置出现了2个发光的物体。一开始，寺内还以为那可能是2架美军战机，因为冷战时期阿拉斯加附近偶尔会有美国空军活动。然而短短几秒内，他就意识到不对劲，这2个不明飞行物跟在他们左侧前方，飞行路线和速度都和他们的747一致，仿佛故意编队伴飞般的紧贴着。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似乎特意待在飞机左边，靠夜空的一侧，回避右边远方残余的日光，像是不愿被阳光照亮真容。这一发现让寺内的心猛地揪紧了，若是普通军机，怎会如此诡异地隐藏在夜幕中同行？寺内千寿盯着那2团神秘的亮光，努力辨认形状。此时2个不明飞行物还在他们左前下方约600多公尺处，距离并不算很近。座舱内另外2名机组人员也陆续注意到了左侧远方的异常光点。飞行工程师电善雄凑到左窗前，惊讶地问：那是什么东西？流星吗？副驾驶藤龙宪则皱眉看着仪表，确认当时高度和航向都正常。他们一边怀疑是不是军方飞机在附近演训，一边透过通讯器询问塔台。然而安克拉治塔台回复说，附近雷达上没有其他机械飞行器。在漆黑的10000米高空中，居然凭空出现2个相伴飞行的亮点，让经验丰富的3人组隐隐感到一丝寒意。紧接着，更令人震惊的场面出现了。大约在下午5点18分左右，那2个光点突然动了起来，猛然加速朝日航班机冲来。霎时间，机长仅透过驾驶舱前窗就能看到2团耀眼的光芒已经窜到飞机正前方，距离甚至可能不到100-200公尺。藤龙宪大喊一声：前方有东西！3名机组人员都紧盯着前方，那2个飞行物竟一上一下呈纵列在他们面前飞行。就在客机鼻子前方仅仅数百英尺处，一瞬间2团不明物体亮度剧增，发出刺眼的白黄光芒，把747驾驶舱内都照得通亮。寺内机长本能地用手挡了一下眼睛，感觉脸颊上都有一阵热浪袭来，仿佛外面那2个东西喷出了强大的引擎气流一般。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绝对不是普通飞机。就在这几秒内，寺内迅速观察起那2个不明物体，透过刺目的亮光，他隐约看到每个物体似乎由2个巨型的光阵组成，中间有黑黑的区域隔开，像是2排方形喷嘴正在喷出火焰。他惊愕地发现，这2个不明飞行物的飞行方式完全打破常理，他们为了配合747的速度，移动时居然无视惯性。只见那2团光芒时而急速前冲，时而骤然静止，仿佛没有任何重力影响一般。在无线电通话中，寺内压抑着震惊向塔台描述说，他们好像没有重力存在，加速后立刻能停下来，速度又立刻跟我们一样，对我们而言看起来就像静止不动。
这对常年与各式飞机打交道的老飞行员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哪有飞行器能瞬间加减速到静止，而且丝毫看不出减速过程。寺内明白，这两个东西的性能远远超出人类现有的任何飞机。强光持续了约5-6秒后渐渐减弱，那两个飞行物开始调整位置，从纵列改为左右并排，移到日航班机前方稍稍远一些的地方领航。此时整个机组都还处在极度震惊中。工程师电善雄擦着额头冷汗，喃喃道：“从没见过这种飞行模式。”副驾驶也瞪大眼睛，紧盯前方不明物体，完全说不出话来。寺内很快回过神来，决定向地面详报情况。他一边透过无线电跟安克拉治的航空管制员沟通，一边观察着前方的不明飞行物。录音记录显示，下午5点19分左右，寺内用略带紧张的语气报告塔台：“我们前方出现了2个不明飞行物，伴随本机飞行。”管制员听罢明显愣了一下，连忙询问：“请再复述一次，你们前方有飞行物跟随？我们雷达没有显示其他航班啊。”寺内强调：“肯定有东西在我们前面，很亮的灯光就在不远处。”此时管制员也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按照常理，雷达既没标示，附近也无军方通报演训，不应该突然冒出飞行目标。他问机长是否能辨识那是什么，寺内脱口而出：“无法识别，可能是 UFO。” 塔台沉默了几秒，随即回复：“收到，如果需要采取任何机动避让，请自行进行。是否需要我方请求军方支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塔台已经在考虑派战斗机升空检查了。寺内这时一边与塔台通话，一边保持着冷静操纵飞机。他看着前方那2团忽明忽暗的光球，脑海中飞速思考，要不要改变航向高度来摆脱它们。乘客是没有的，这是一架满载酒品的货机，但飞机本身和3条人命可马虎不得。他向塔台回复：“目前尚无危险接近，但我们想转向尝试摆脱它们。”管制员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在得到允许后，寺内决定采取渐降高度并小角度转弯的动作。他先将高度从35000英尺下降到31000英尺，然后将飞机转向右侧，试图抛离前面的不明物体。这一串动作他做得尽量平顺，以免大幅度机动影响飞机安全。副驾驶和工程师则死死盯着前方和雷达，想看看那2个跟屁虫是否会被甩开。但是结果令他们背脊发凉，那2个不明飞行物如影随形。7471下降，他们也同步下降。当客机转弯时，他们不但紧紧跟随，甚至还灵活地绕着日航班机转了一圈，仿佛在空中织出一个圆，然后又悠然地停回飞机一侧。寺内透过座舱玻璃看到其中一个光球飞到他们正上方盘旋，再飞到右侧，然后回到左侧，一瞬间竟绕行了360度。这种戏耍般的举动让他头皮发麻。这时塔台再度呼叫他： JL1628， 你的避让动作情况如何？还看到那2个物体吗？寺内难以置信地回答：是的，他们还在，一直跟着我们动。管制员的声音也透出惊讶：明白，需要军机介入吗？寺内深呼吸了一下，斩钉截铁地回复：不，暂无需军机。他知道如果让战斗机赶来，很可能引发更不可预料的冲突，何况他脑中此刻闪过了一件往事：曼特尔事件。那是大约40年前，美军一名年轻战斗机飞行员为追逐疑似 UFO 的物体，不幸高速爬升过度，导致失事身亡的惨剧。寺内可不想重演那样的悲剧，因此拒绝了塔台的军事拦截建议。此时他只能希望那2个缠人的不明物体会就此离开，或者至少不要对飞机造成实质威胁。所幸在持续伴飞了大约10分钟后，那2个神秘的飞行物终于有所动作。下午5点23分左右，寺内和副驾驶眼看着前方左右并排的2团亮光突然一同向左前方急速飞去，他们几乎是瞬间就提速脱离了队形，转眼化作2道流光掠向远方的地平线。短短几秒内，2个不明飞行物就消失在茫茫夜空，只剩下遥远地平线下隐隐约约残留的一点亮光。驾驶舱内3人这才松了口气，刚才一直绷紧的神经略微放松下来。塔台也在无线电里松了一下语气询问：现在情况如何？寺内回报：前方的不明物体已经高速离去，
暂时恢复正常飞行。当下谁也没想到，更大的不明之物正悄然逼近。就在2个小飞行物离开不到几分钟后，寺内机长又发现了一个新异常。他注意到左前方远处的黑暗中出现了一道淡淡的亮光，一闪一闪的，但不太明亮，位置大约在10点钟方向。这道光比刚才那2团耀眼的 UFO 暗得多，几乎融入黑夜，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寺内心想，难道还有第3架？他立即调整了机上的雷达距离范围，将扫描半径扩大到最大约46公里。果然，在雷达荧幕上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点，在他们左前约7-8海里处，同样沿着他们的航线移动。也就是说，有个东西正跟他们平行飞行着。寺内立刻再次通知安克拉治的管制，我们左前方远处又出现一个不明目标，位置大约在10点钟方向7-8海里。然而塔台调阅雷达后回复称没有发现该目标。这也难怪，因为地面雷达主要关注空域内常规航班，高度和位置偏离航路的小目标可能被过滤掉。但寺内相信自己没看错，无论是肉眼微光还是机上雷达，都在提示有第3个物体一路跟着他们。由于塔台暂时无法捕捉到新目标，机组只能继续保持警戒飞行。大约又过了几分钟，日航班机渐渐飞进阿拉斯加内陆城市费尔班克斯。地面上城市灯火通明，将天空稍稍映亮了一些。就在这时，寺内透过左侧窗户看清了那个一直尾随的淡光物体的一部分轮廓。原来借助远处地面的灯光反照，隐约可见一个庞然大物正静静悬停在不远处的空中。寺内愣住了，心跳都漏了一拍。那黑暗中的巨影看起来体积极大，绝不是寻常飞机能比。他瞪大眼仔细比较了下远处地面的参照物和物体大小，惊骇地判断那东西至少有一艘航空母舰的2倍大。事后他更形容，若论面积体积，恐怕相当于4艘航母才能与之比肩。想象一下，一架波音747客机已经足够庞大，但在那巨型暗影面前竟显得像小鸟一样渺小。寺内当下只觉得后背发凉，如此庞大的不明物居然在高空与他们并行飞行，若有一丝碰撞，747也将瞬间灰飞烟灭。更何况它来无影去无踪，科技水平远超我们。这情景仿佛科幻电影里外星母舰现身一般。此时副驾驶和工程师的位置和角度关系并没有像机长那样清楚目视到巨大物体的轮廓。副驾驶腾龙线因座位在右侧，透过左边窗户几乎看不到那黑暗物体。工程师电善雄则紧贴左窗往外张望，只能看到远处隐隐约约一大片阴影挡住星光。他惊呼，前面那片天好像黑黑的，有个庞然大物。寺内立刻意识到不能再沉默，他果断地拿起电喇叭通知塔台紧急情况，我们左前方有一大型不明飞行物，怀疑距离过近，请求立即改变航向避让。管制员一听有大型物体，吓了一跳，立刻核准日航1628改变航路，高度也随意调整，让他们优先避开可能的碰撞。寺内不敢拖延，马上将航向往右偏转，希望绕开那巨大物体，同时略微下降高度，以脱离对方位置平层。然而就在他们刚刚实施避让动作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发生了，那巨大幽灵般的不明飞行物也跟着一起动了。只见雷达上那个 7.5 海里外的目标仍然稳稳地保持在左前方方位角不变，显然对方也同步做出了转弯。更惊人的是，按照地面雷达后来的记录，这不明物体在短短时间内和日航班机一起完成了一个45度转向，高度从最初的35000英尺降到了31000英尺，然后居然进行了一次环绕飞行，等于绕着飞机周围飞行了一圈。寺内透过驾驶舱每一侧窗户都一度能瞥见那庞然大物发出的微光，这家伙就像故意贴着他们转圈圈一般，紧紧咬住不放。这种诡异的行为让3位机组成员毛骨悚然，寺内更是忍不住在通话中低声喊道，他在跟着我们转弯。塔台调来美军雷达资料后也证实，在日航1628班机航路附近确实出现了不明物体的踪迹，同步完成了那些机动动作。安克拉治塔台这时完全相信了机长的报告，因为如此明显的异常绝非幻觉。
他们紧急联络附近其他航班协助观察，正巧联合航空一架客机与一架美国空军的 C-130运输机在临近空域飞行。管制员呼叫这2架飞机，请他们帮忙留意日航班机附近是否有另一物体。然而两边传来的答复都令人失望。联合航空的机组表示，我们只看到远处有架 JL 的747，除此之外未见任何异常光点。美军 C-130 机组也答复未目视到额外物体，雷达上也没有。似乎那巨大 UFO 只缠着日航1628，对其他飞机则完全隐身，很可能它的位置和灯光角度使别的飞机看不见它，又或者它压根有办法避开他人探测。这让寺内他们更觉得背脊发凉，对方难道在耍弄他们吗？不仅技术先进，还充满智慧，知道何时现形，何时隐藏。这场景真可谓亦真亦幻，令人怀疑是不是踏进了某个科幻电影剧情。难怪多年后有人回顾此事件，调侃地称那晚寺内机长仿佛亲身出演了一集 X 档案。时间1分1秒过去，日航1628班机始终无法彻底甩掉那巨大不明物体，所幸对方除了紧跟之外，并没有进一步靠近或发起攻击的迹象。机长和塔台保持通话，商议着对策。塔台曾再次试探性地询问，需要我们联络空军战机升空拦截吗？寺内见刚才附近军机都看不到目标，派战机来也未必能有用，反而可能激怒对方，遂还是拒绝了军事干预。他们决定改以更保守的方式处理，保持航向，减速慢慢飞，静观其变，同时尽早降落。塔台也协助他们尽快进场。就这样，又过了大约20多分钟，不明飞行物一直若即若离地吊着。傍晚6点20分左右，经过将近50多分钟惊魂般的折腾，日航1628班机终于平安降落在了安克拉治国际机场。机长和副驾驶进场时紧盯各种仪表，生怕那未知巨物干扰降落。好在一路顺利，当飞机减速滑行的那一刻，3人才终于彻底松弛下来。塔台报告说，从近雷达上最后几分钟看，并未发现紧跟着的目标，不知道是在接近机场时那不明物体自行离开了，还是停留在远处观望。总之，他们总算把飞机平安带回地面。落地后的寺内签售长舒一口气，或许内心还在疑惑，刚才经历的是真实的吗？但环顾座舱内2位同事震撼的表情和满头大汗，他明白这绝非自己一人幻觉。3名见证人即将面对的将是一连串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调查和风波。飞机停妥后，寺内等人立刻被请去接受详细调查问话。这起空中遭遇实在太非同小可，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和机场方面非常重视。他们首先确认3名机组人员的身心状况，经检查，寺内和同事们当时精神清醒，情绪虽紧张但理智，没有酒精或药物影响。他们分别叙述了目击经过，内容高度一致。随后，调查人员调取了飞机的雷达记录和通话录音，发现机上仪器的确在关键时刻显示有未明目标。无线电录音中塔台和机长的对话验证了整个历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架货机确实遭遇了一个未知飞行物体长时间的跟随。由于当时正值全球对 UFO 话题敏感的年代， FAA 人员也相当谨慎，小心记录每一项细节。寺内在填写官方报告时斩钉截铁地写道，他所见到的正是 UFO， 这是相当大胆的表述，但他坚持实话实说。调查暂告一段落后，寺内机长带着满腹心事和疲惫，于几天后搭乘其他航班返回了日本。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风暴。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寺内签售回国后不久，就在1986年12月接受了日本共同通讯社2位记者的采访。他向媒体详细描述了在阿拉斯加上空与巨大 UFO 不期而遇的经过，甚至还亲手绘制了当时看到的飞行物外形草图。这新闻一经传出，立刻引发了轰动。要知道，冷战期间各国报章偶有报道飞行员目击 UFO 的奇闻，但如此详细而且由机长亲自讲述的案例并不多见。共同通讯在圣诞前夕12月24日发布了这条劲爆新闻，随即多家日本报纸大篇幅报道，将寺内机长奉为撞见巨大幽浮的英雄。短短几天内，国际媒体也闻风而动，美联社、
合众国际社等西方媒体纷纷转载消息，用上耸动的标题，如巨大 UFO 尾随日航747，机长声称遇见比航母更大的飞行物，引得公众惊叹连连。一时间，日航1628航班事件成了全球热议的话题，许多人开始猜测，难道真有外星飞船光临地球，而且差点与人类飞机撞上？人类是否即将面临来自太空的未知访客？种种议论闹得沸沸扬扬。然而，这场关注对日本航空公司而言却是场公关灾难。毕竟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机长公开声称碰见 UFO， 难免令人联想到是否当时有安全风险，甚至会不会是机长幻觉、精神状态不佳等质疑。日航高层对寺内私自向媒体披露经过感到不满，认为他违反了公司对外发言的规定。于是没过多久，日航便决定对寺内进行处分，停止其飞行职务，改调内勤工作。这对一名资深机长而言无疑是沉重打击。寺内千寿在舆论漩涡中被迫闲职了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后他才获准重新直飞，但也再也无缘担任机长，只能以副驾驶或教官身份工作。最终，这位曾直面神秘未知的勇敢机长默默地在日本北关东的一处内勤岗位退休，结束了传奇的飞行生涯。寺内的遭遇显示了当时航空业对于 UFO 话题的敏感，飞行员一旦大肆谈论不明飞行物，就有可能被视为精神不可靠而影响饭碗。这种现实也令许多飞行员对报告 UFO 心有顾忌，寺内机长无疑付出了职业代价。再说回美国这边，由于新闻越炒越热，联邦航空管理局总部也压力山大。他们一开始只是由安克拉治地区的发言人对媒体证实，确有此事正在调查，但并未给出详情。随着美国国内媒体在新年前后接连报道，更劲爆的是，有消息称美军雷达也捕捉到了 UFO， 搞得 FAA 不得不认真研议对策。这时，一位关键人物登场了。 FAA 阿拉斯加地区的航行咨询和事故调查部门主管约翰·卡拉汉。卡拉汉在12月底接到总部询问，要求他汇总此次事件的所有资料准备汇报，因为高层需要决定如何向媒体和公众说明。有趣的是，卡拉汉起初对此事并不了解，还以为可能是遇上一架美军隐形轰炸机测试飞行，飞行员大惊小怪，他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于是他着手调集各种资料，包括现场空管录音带、雷达记录、飞行员报告等等，让技术人员制作一份综合分析视频。技术人员把地面雷达的光点数据与寺内班机的通话录音同步整合，在荧幕上再现了当时 UFO 与飞机互动的过程。制作完成后，卡拉汉和上级带着这卷录像与所有文件资料，于次年新年过后专程赶赴华盛顿，向 FAA 局长做详细汇报。1987年1月的某天， FAA 总部召开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闭门会议。会上，约翰·卡拉汉向时任 FAA 局长以及几位特别来宾播放了 JL1628 航班事件的分析录像。据卡拉汉后来透露，那些与会的特别来宾身份不一般，包括了 FBI、CIA 的代表，以及当时总统雷根的科学顾问小组成员等重量级人士。可见官方对此事的关注程度之高。大家屏息凝神地看完录像，会场一度陷入静默。荧幕上清楚显示，日航1628班机在空中转弯下降时，附近出现了一个未识别目标。雷达上可见一团光点紧跟着飞机移动，而同期的无线电通话印证了机长一直在汇报，不明飞行物仍然跟随。这画面让在场官员们大为震撼。有科学顾问惊叹，这可能是人类首次在仪器上留下 UFO 活动的记录，非常罕见。播映结束后，FAA 局长恩根脸色凝重地告诉所有与会者，此事定性为国家机密，在未得到高层许可前，任何人不准对外谈论。他甚至强调，刚才这场会议从未发生过，也就是说，所有资料当场封存，与会者对外统一口径，一无所知。据卡拉汉忆述， CIA 的人员在会后收走了绝大部分相关资料，留下一句我们接管了，非常感谢，便不见踪影。所幸卡拉汉私下偷偷保留了一份原始录像带以及飞行员报告等资料备份，他内心显然对直接索逆证据感到不甘。这场秘密会议的结果
就是让 JAL-1628事件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至少在官方层面上要对外封口。果然，在1987年3月5日，也就是事发将近3个月后， FAA 总部终于举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说明此事。他们宣布对日航 UFO 事件的调查结论。FAA 发言人 Paul Stuck 在记者会上表示，经过调查，美国联邦航空局没有足够资料证实当晚确有任何不明物体存在。我们接受飞行员的报告和描述，但无法支持他所述为确凿事实。一句话，官方给出的说法就是没有证据证明有 UFO。同时，他补充说，当晚地面和空中的雷达异常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例如雷达讯号的双重影像、偶然的气象、回波杂讯等等，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平淡无奇的解释。有记者追问，那机长看到的亮光和巨大阴影呢？ FAA 官员回应含糊，我们不质疑飞行员确实看到了某些光，但我们无法证明那是任何实体物体。发布会后，部分美国媒体对此结果表示失望，毕竟最初消息可是说过雷达和空管都确认有不明目标跟踪过客机，但现在 FAA 改口否认，一来一往难免引人猜测。总之，官方的定调是否认存在，证据显示有外星飞船，这让此事件逐渐从主流视线中淡去。表面看，美国政府对 JO1628 事件算是盖棺论定了。不过，在民间和媒体上， JO1628 事件已经种下了一颗震撼人心的种子，在之后的岁月里，它被反复提起，成为 UFO 研究者口中经典的案例之一。许多人对 FAA 的无结论说法并不买账，他们指出，这起事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多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目击加机载与地面雷达记录加正式通话录音，证据链算是相当强了。这可比那些只有单人目击或模糊照片的案例要更有说服力。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美军雷达也曾短暂抓到过不明目标。FAA 最初的内部报告其实确认过 UFO 存在，只是后来才180度转弯推翻，这让阴谋论爱好者坚信政府高层在隐瞒真相。事实上，约翰·卡拉汉在退休后于21世纪初的几场 UFO 研讨会上曾公开此事。他出示了一些当年保留下来的雷达与录音资料，表示那些不明物体留下的雷达印记确实存在，任何内行人看了都知道那不是什么雷达故障。他还痛斥道，调查发布会上 FAA 的说法只是官样文章，很多分析都避重就轻。他坚定地认为，当年寺内机长他们碰到的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体，而政府就是不愿承认而已。卡拉汉这样的证言使得 JAL-1628 事件长期以来都在 UFO 圈被奉为经典铁证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在 JAL-1628 事件之后的几个月内，阿拉斯加上空似乎余波未了，又有飞行员报告了奇怪的遭遇。其中一起发生于1987年1月29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53号班机从诺姆飞往安克拉治的航班途中，飞行员的天气雷达突然捕捉到一个极为诡异的高速目标。根据显示，该物体速度惊人，飞行员甚至形容像1秒钟飞行1里，但他们肉眼望去，夜空中什么都没看到。塔台查询附近空域，也确认没有其他飞机或军机活动。那高速雷达回波出现片刻后就消失无踪，此事至今没有合理解释。更巧的是，就在隔天，一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飞在从安克拉治往费尔班克斯的路上，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左侧远处有一道明亮的光点伴飞。他们最初以为是另一架航班，但管制回复附近毫无其他机，他们正准备仔细观察，那光点刷地一下就消失了。由于考虑到寺内机长的遭遇，这2起事件的机组后来都选择匿名提交了报告，并未张扬。但在 UFO 研究者看来，这一连串事件绝非巧合。也许在那段时间，阿拉斯加上空真的有某种神秘飞行器频繁出没。我们不禁联想，寺内碰到的巨大 UFO 会不会并非孤立个体？也许那片冰冷夜空中，一场人类未参与的空中游戏正在上演，只不过官方和公众当时都没有进一步追查这些后续目击，这条线索也就渐渐淡出了。那么
撇开阴谋论和想象，我们冷静分析寺内机长那天究竟看到了什么。主流科学界对此其实有着几种怀疑论的解释。首先，有天文学家指出，那天傍晚寺内所指方向上其实出现了2颗明亮的行星，木星和火星。在高纬度的夜空，木星当时高度较不高，看起来仿佛就在飞机前方不远处，而火星也在附近位置。如果飞行员长时间盯着明亮的星体，有可能产生错觉，觉得它们在移动。而寺内报告中也提到，最初看到2个远处光点，光色一白一黄，恰巧对应木星和火星的色泽。支持这一说法的最有名人士是美国航天领域的科普作家菲利普·克拉斯，他是知名的 UFO 怀疑论者。他认为寺内当晚很可能是误把星辰当成了飞行物。克拉斯还强调，像寺内这样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其实过去也发生过把金星当成机械 UFO 追着看的乌龙事件，并非没有先例。他说，这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飞行员把天上亮星误认为 UFO 的案例。当然，木星和火星不至于让人感到热气，也不会在飞机附近晃动。因此，克拉斯对寺内后来描述的强光和热浪现象，则解释为可能是月光照在云上造成的错觉。他的推论是，那2团所谓明亮飞行物，可能正好是月光透过不规则的冰晶云层形成的奇异反光，看起来像移动的物体，甚至可能造成光晕，让人感到视觉暂留，产生动感。而寺内说感到脸热，或许是心理作用，因为驾驶舱玻璃本身挡风，外面再热也不至于传进来。克拉斯总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证明那晚有外星飞船，一切都可以用自然现象和视觉错觉来解释。发布会后暗示的雷达影像是分裂假象等也与此观点相符。许多理性派人士接受这种说法，觉得寺内他们可能是过度紧张导致判断失误。特别是事后调查中，副驾驶和飞行工程师虽然证实看到了亮光，但对巨大飞船轮廓并没有像寺内那样的明确表述。也就是说，除了寺内本人外，没有人能100%肯定看到了一艘庞然大物，只能确定看见强光和雷达奇异信号。这让怀疑论者质疑，会不会是寺内机长自己过度想象，把一些零碎感官信息脑补成了外星母舰。何况寺内在事件前后还有过其他几次 UFO 通报，他在 FAA 内部甚至被戏称为 UFO 重复者，这些都让他在官方眼中可靠性打了折扣。然而，另一方面， UFO 现象的支持者们对上述说法逐一提出了反驳。首先，木星和火星再亮，也不可能在飞机正前方500英尺处突然出现又消失，更不可能左右并排贴着飞机飞行10多分钟。这和寺内3人最初目击到的那2个小飞行物的行为根本对不上号。星星不会贴着飞机飞，更不会忽前忽后。当时3位机组人员目击强光的位置是近距离的，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如果说热浪是心理作用，那2位机组也都一样感受到刺眼强光。难道3人集体产生幻觉？再来，雷达录到的东西又作何解释？克拉斯认为那可能只是薄云回波，但寺内他们当时回报天气良好，云很薄。若真是云层杂波，为何雷达没在其他方位都出现杂波，偏偏只有左前方冒出一个明确移动的回波，而且那回波和飞机相对位置固定移动，简直像一个实体跟踪。更别提费尔班克斯机场的军用雷达也一度探测到异常目标，并不只是飞机自己的雷达在看云，种种迹象都更符合有某种真实物体存在。至于副驾驶等没看清大飞船轮廓，支持者认为这纯属观测角度问题。寺内左座位最有利视角看到，而右座副驾驶视线受限，看不到不足为奇。那2名同事并非否认有大物体，他们只是不敢肯定形状，因此在调查中谨慎地只描述强光。支持者们还指出，如果当晚什么都没有，为何 FAA 高层要对此事如临大敌，甚至惊动 CIA 和总统顾问，最终下令整件事绝口不提？如果只是不小心把金星和月亮看错，有必要动用这么多机构封锁消息吗？这些疑点让人不禁怀疑，官方的否认更像是心虚的掩饰。一位在美国情报圈工作的匿名人士后来对媒体表示，冷战期间政府对 UFO 话题非常谨慎，
尤其是大尺寸不明物体闯入领空这种事，更会严格保密，以免引发公众恐慌或暴露防空漏洞。换言之，假如真有大型外星飞行器在美国领空飞来飞去，军方和情报部门也绝不可能轻易摊开给老百姓看。种种争论持续多年， JAL-1628 事件的真相就这样被锁在官方档案中，成了一道解不开的未解之谜。直到多年以后，寺内千寿机长接受访谈时还感慨，那天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类的飞机，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人类就会与他们相见。他坚信自己遇到了来自地球以外的访客。迄今为止，这起日航货机 UFO 跟踪事件仍被许多爱好者奉为史上最大 UFO 目击之一。试想，一艘比航母还巨大的飞行物体，带着2架灵活的小飞行器，前行于高空之中，对人类飞机若即若离，若隐若现，这场景是多么科幻，又是多么真实的发生过。如果真的是外星文明的飞船，那他们展现出的技术力让人类自愧不如，可以无声无息地在高空停滞和机动，完全不受重力限制。庞大的舰体却能瞬间加速远去，想现身就现身，想隐形就隐形。我们的雷达对他们似乎也束手无策。更惊人的是，他们还懂得保持距离，既不直接接触，也不随意伤害，看起来就像是在观察我们反应。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不愿过早惊动人类，只是试探和陪伴飞行？有人推测，外星智慧可能早已留意我们，很可能正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天空，却又谨慎地不给出铁证，因为时机未到。也许他们担心我们陷入恐慌，又或者正等着我们自己逐渐发现并适应他们的存在。还有人阴谋论地认为，某些政府其实早已暗中知情，甚至有过接触，只是不公开。这些说法虽无从证实，但近年来地球人对 UFO 议题的态度确实在改变。从2017年底美国曝光海军战机拍摄的 Tic Tac 不明飞行物影片以来，五角大楼和 NASA 也不再一味否认，而是坦诚，的确有一些我们无法识别的空中现象存在。2021年，美国国会甚至首次举行公开听证，讨论所谓 UAP 不明空中现象，承认有数十起军方无法解释的目击案例。官方态度的转变让许多人大呼不可思议。过去谈 UFO 还被嘲笑，如今美国政府居然自己开始调查起来了。或许人类社会正慢慢为可能的外星接触做准备。想起寺内机长当年那句话，我们人类不久将会与他们相见，不禁令人背脊发凉，又隐隐期待。试问，如果真有那一天，你认为人类准备好了吗？我们会以何种姿态去迎接从天而降的未知访客？是惊恐万状，还是坦然相对？这也许才是这起事件留给我们最大的思考。探索未知的旅程从未停止，人类终将寻求答案。如今40年将逝，昔日阿拉斯加夜空那场神秘邂逅依然在提醒着我们，仰望星空时，或许正有谁在静静俯视着我们。